噬虫，这东西不是已经灭绝了？难道这片能量光幕是他们造出来的？远古噬虫，听得古清扬等人的喃喃声，萧炎也是微微一怔。这是一种生活在远古的小型魔兽，它们的体型极小，但数量却是无穷无尽。远古噬虫，顾名思义，它们能够吞噬一切的东西，然后不断地分泌出精纯的能量。原本这种东西早应该绝迹了，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薰儿轻声解释道：“这片光幕应该便是这些远古噬虫创造而出的。没想到我们倒是闯进了虫窝之中，若是他们都苏醒的话，我们这里所有人都是会在顷刻间连渣都不剩。”古清扬面色也是有些凝重的道：“显然在这里遇见这些远古噬虫，也是完全的出乎了他的意料。恐怕不仅这片光幕，说不定连这天幕之内不少能量都是由他们制造。”古真蹲下身子摸了摸地面，然后缓缓的道：“古清扬，你是想将我们都害死在这里吧？”魂牙森然冷笑道：“我带你们进入这里，至少让你们活到了现在。若是不进的话，先前你们已经死在能量风暴之中。”古清扬淡淡的瞥了他一眼，然后目光扫过众人，沉声道：“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两边的金币在缓缓的合拢，我们必须尽快的打穿通道，不然的话……”闻言，众人都是微微点了点头。现在说什么都是晚了，通道之外有着肆虐的能量风暴，退出去也是死，留在这里也是死，唯一的活路便是打穿通道。从现在开始，各位便不要再留力了。当然，如果想死的话，我也不会阻拦。古清扬沉声道，旋即一挥手，动手吧。见状，众人再度点头，旋即快步踏出，体内斗气在此刻毫无保留地暴涌而出。一时间，通道之内轰隆隆的巨响声则是陡然间变得剧烈了起来。轰轰！在一群人这般狂轰猛炸下，那金币的开辟速度也是陡然加快，金屑飞射间将地面上都是落上了厚厚的一层。而在众人奋力开辟时，那两旁的金币也是犹如受到震动一般，缓缓地蠕动起来。到的后来，甚至都是能够用肉眼看见两旁的金币正在徐徐地靠拢。越来越多的远古噬虫汇聚过来了。古真面色凝重，现在有着源源不断的能量液体从金币之中渗透而出，然后飞速地凝聚成实质。照这样下去，恐怕还等不到他们彻底的打通金币，这通道就已经被合拢上了。这样下去不行。望着这一幕，萧炎缓缓摇了摇头，沉声道：“没办法，再不行也只能如此，留下来也是死，只有拼一把。”古清扬皱着眉头，也是显得有些头疼。没想到他们居然会这么倒霉，一来就碰见这种棘手的东西。萧炎也是微皱眉头，望着两旁的警惕，隐隐间能够看见金币后面那密密麻麻的虫影，那种数量实在是让人感到头皮发麻。必须阻拦一些金币合拢的速度。闻言，古清扬摇了摇头，没用，任何攻击都会被这些远古噬虫吞噬，胡乱攻击只会让得他们分泌的能量越来越多。话音落下，他袖袍一挥，一道强横斗气便是狠狠地轰击在两旁的金币上。果然是剑道，这斗气在一碰触到金币时便是消失不见，那斗气落下的地方，一股股的能量液体更快地流淌而出。见到这一幕，萧炎眼中方才涌上一抹金色。这些虫子看上去不起眼，没想到汇聚在一起后，居然拥有着这种奇异的能力。这些是虫躲藏在金币后，攻击便是没有了什么效果。那这些虫子也汇聚到我们的前面。想到此处，萧炎心头猛然泛起一股寒气。那样的话，那他们岂不是彻彻底底被封死在了这里？瞧得萧炎突然间有些变色的脸庞，古清扬也是微微一怔，旋即也是陡然想起了什么，目光迅速转向前方的金币，却是隐隐间看见一些细小的影子正在迅速的汇聚。砰！一道蕴含着雄浑劲风的拳头狠狠地轰击在面前的金币上。然而这一次，意料中的金屑四溅却是并未出现，那拳头所落之处仅仅是出现了一个半尺左右的凹槽，而且这凹槽刚刚出现，便是有着一股股液体能量从其中渗透而出，迅速地将之修复。那些远古噬虫跑到前面去了。见到这般异变，所有人的脸色都是变得难看了起来，一些人眼中甚至都是涌上了一抹惊慌之色。这可真正的是一条绝路了。砰砰！一些人不信邪，再度狠狠地攻击了2次，却依旧未曾取到太大的成果。现在怎么办？众人面面相觑，最后目光汇聚向古清扬，但在见到后者也是紧皱着眉头后，心头便是忍不住的一沉。嘿，古清扬，你倒是好手段啊！魂牙本就苍白的脸色，现在更是白了一分，阴气森森的道：“我来试试。”萧炎微皱着眉头，踏出2步。没用的。古清扬叹息了一声，远古噬虫的吞噬性太过可怕，以他们这些人的能力，根本无法真正的解决面前的这个绝境。对于他的叹息，萧炎倒是没什么反应，手掌一握，却并未施展斗气，而是将一团紫褐中带着一丝森白颜色异火召唤而出。随着这团异火的出现，通道之内的温度立刻便是升高了一些。去！
萧炎屈指一弹，手中的异火便是飞掠而出，最后轻飘飘的与那金币接触在了一起。滋滋，两者刚刚接触，一阵刺耳的嘶鸣声便是突然间自金币之中传出，旋即众人便是惊愕的见到，那火焰落处，一个月末2尺多深的坑洞便是浮现了出来，残留的炽热高温，瞬间便是令得无数远古噬虫化为湮灭。看来还未到绝路，这些远古噬虫并不能吞噬异火。见到异火所取到的效果，萧炎也是松了一口气，冲着众人笑道。众人也是在这一刻悄然的松了一口气，还好，总算是再次见到了一些希望。萧炎，快动手打通通道！那魂牙眼中同样是掠过一抹喜意，急促的催促道。对于魂牙，萧炎倒是未曾理会，目光转向炎族的那位红衣女子以及药族的那位男子，道：两位，打通通道的事可以由我来，但我希望你们施展异火对付两侧，延缓一些金币合拢的速度。这种工作对于你二人来说应该不难。炎族的那位女子名为火炙，拥有着异火榜上排名第8的红莲业火。药族的那男子名为药心急，在药族内被称为人药子，炼药水平相当不凡。薰儿在萧炎身旁用仅有2人听见的声音说道：红莲业火。闻言，萧炎心头也是微跳，这种排名的异火他可还未曾见识过。听了萧炎的话，那火炙并未犹豫，便是点了点头，而那药心急却是皱了皱眉，但想到此刻的状况，也只能点了点头。另外，见到2人点头，萧炎也是一笑，缓缓的道：大家应该知道打通金币是何等庞大的工程，而施展异火需要相当大的消耗，靠我一个人定然是坚持不下来，所以除了火炙2人外，我需要其他人手中的能量核。闻言，众人都是一怔，古清扬等人倒并未说什么，直接是点了点头。其余的几族人在迟疑了一下后，也是未开口反对。他们知道萧炎所言不假，他们联手尚还感觉到疲累，更何况现在所有的工作量都是要萧炎一个人来完成。萧炎兄弟虽然直白，但也在理，这是我们这段时间收集到的能量核。那雷族的2人沉吟了一下，便是对着萧炎丢出了一个布袋，布袋之中渗透着极其浓郁的能量，颠颠重量怕是不下100克数量。见到雷族2人带头，其余人也陆续的取出一些装盛着能量核的布袋，然后抛向萧炎。萧炎微笑的将所有的布袋收好，然后目光转向后方的魂牙2人，淡淡的道：两位，萧炎，你收了那么多能量核，还不够吗？见到没有躲掉，那魂牙面色微冷，沉声道：不管够了够，我也要收取你们的报酬。萧炎笑眯眯的道：想让他免费给这2人打工，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一旁薰儿见状忍不住的莞尔一笑，看来萧炎今日是打定了主意，要狠狠的宰这2家伙。当然，若是2位不乐意的话，我也不勉强，但是请转身向后走。见到萧炎做出请的手势，魂牙与魂力脸色都是变青了，但现在萧炎这边人多势众，动起手来他们肯定吃亏，因此2人对视了一眼，却只能一咬牙，极为不甘地掏出一个布袋，狠狠地对着萧炎甩了过去。拿去，快动手！听得2人愤怒的声音，萧炎脸庞的笑容不由得更浓。将众多能量和收入纳戒，萧炎脸庞上的笑容也是缓缓收敛，目光凝重地望着前方的金币。此刻，在那金币之后，已经能够用肉眼看见一些不断蠕动的虫蚁，一股股液体能量不断地从金币之中渗透而出，然后化为实质地粘附在金币之上。两位，两侧的话便交给你们了。萧炎偏过头，对着火炙与药心急道。而对于他的话语，那火炙微微点了点头，药心急则是瞥了萧炎一眼，虽然并未说话，但显然心头对于萧炎竟然再次发号施令略微有些不爽。是，药心急收回目光，手印一动，一团淡黑色的火焰便是自其掌心浮现而出，火焰呼啸间，隐隐有着一种奇异的风声自其中传出，而这种风声传入人耳中，却是会令人感觉到一丝异样的烦躁，仿佛这种一声能够引起人情绪上出现波动一般。这是望着药心急手中的淡黑色异火，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转移而来，目光中略微有些奇异。异火这东西毕竟是太过稀罕，即便他们是远古种族的人，也不可能说见到便是见到。九幽风炎异火榜上排名第10，见到众人那些奇异目光，药心急嘴角也是忍不住的挑了挑，淡笑道：九幽风炎。萧炎的目光也是顿在这黑色火焰上，身为炼药师，他自然是听过这东西的名头，异火的成型都是相当的让人匪夷所思，比如他的3000炎焰火便是成型于虚空之中，而这九幽风炎则是诞生于极阴之地的无尽深渊之中，在那里阴风整年不休，即便是寻常斗尊强者都是不敢深入。这所谓的九幽风炎便是成型于那风刚最为猛烈之地。想要得到这种九幽风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运气，还得具备极端强横的实力。按照萧炎的猜测，为了得到这一火，药族所付出的代价恐怕不会小到哪里去。噗！
众人的目光刚刚汇聚在耀星级手中的九幽风岩上，突然一道细微声音响起，金碧通道之内缓缓地弥漫许些深红，一道道视线顺着光芒射来的方向望去，却是见到在那火炙玉手上，一团深红的颇为妖艳的火焰正在缓缓升腾，而在那火苗蹿升间，居然是在火焰上方形成了一道道红莲之状。伴随着这深红的火焰出现，那耀星级手中的九幽风岩顿时略微暗了一些，甚至于连那种呜呜的风声都是削弱了不少。而见到自己的异火这般表现，那耀星级脸庞却是忍不住的抖了抖。不过虽然有些不爽，但他却是没有办法。红莲业火在异火榜上的排名比他的九幽风岩靠前2位，两者之间自然是有着一些差距。啧，想必这应该便是炎族的红莲业火了吧？古青阳望着火炙手中异火，不由得笑道：“火炙微微点了点头，但其美眸却是转向了萧炎，眼中有着许些奇异的意味。见到火炙那种略微带着许些挑衅的眼神，萧炎倒是忍不住的一笑。这女人平日里闷声不吭，但没想到在异火这种事上，却是显得野性十足。轻吐了一口气，萧炎手掌也是轻轻一握，一缕缕色泽不同的火焰自其指尖渗透而出，最后尽数汇聚在一起，化为一团紫褐色中掺杂着一缕森白色的火焰。火焰翻腾，一条条的龙形火苗不断的自火焰之内腾飞而起，隐隐间居然有着龙吟之声清澈传出。好！就在萧炎手中异火出现的那一刹，火炙手中红莲业火上浮现的那些红莲，居然是在剧烈的波动了起来，有种变得虚幻起来的感觉。而另外一旁，耀星级手中的九幽风岩本就被红莲业火压制的有些暗的颜色更加暗淡，甚至于连其中传出的呜呜风声都是在此刻尽数消失了去。虽然你的异火的排名并非极度靠前，但经过你的融合，却是足以与前6的异火相媲美。不过，融合异火这种疯狂的事，恐怕自古以来你都是第一个。火炙美眸泛起许些波动，面纱下传出一道低低的动听轻声。对于此话，萧炎却是不置可否。融合异火虽然看似疯狂，但却并非完全不可能。至于说他是第一个融合异火的人，这话恐怕没什么可信度。至少能够创造出焚诀这等神奇功法的那位主人，应该也是融合了异火才是。好了，时间紧迫，我们现在便动手吧。萧炎也没时间在这里与火炙讨论融合异火的事。见到二人都是将异火召唤而出，他前踏几步，便是停在了金币之前，沉声道：“都跟紧我，不要落下了。”声音落下，萧炎手掌一火陡然暴涨，旋即在一道震耳欲聋的龙啸之声中熊熊燃烧而起。旋即，一条紫褐色的火龙直接是从火焰之内暴掠而出，最后狠狠地撞击在那厚实的金币之上。锋利的龙爪舞动着，金币瞬间便是爆裂开一个巨大坑洞。跟上！火龙的尾部连接着萧炎的手臂，他厉喝一声，脚步狠狠一踏地面，身形便是快速地对着前方冲去。在其身后，古青阳一行人步步紧随。好强的控火能力！见到萧炎将火焰凝聚成火龙开辟金币，火炙美眸中掠过一抹诧异，旋即也是迅速跟上。与此同时，深红色的火焰自其掌心席卷而出，将左侧的金币尽数覆盖。恐怖的高温立刻便是让的金币的合拢速度减缓了下来。在另外一侧，耀星级也是开始动工。虽然他有些不爽萧炎指挥，但现在毕竟是小命要紧，他跟谁过不去都不会跟自己的命过不去，因此出手时也是相当的尽职尽力。金币之内，火龙呼啸暴掠，恐怖的温度隔着好一些距离，便是将前方隐藏在金币之中的远古噬虫焚毁殆尽。不过即便如此，那些远古噬虫依旧是如同飞蛾扑火一般，源源不断的涌来，所分泌出的大量能量也是给萧炎造成了不小的阻碍。砰砰砰，在金币之中那不断响起的爆声下，萧炎等人前进的速度也是加快了许多。这种消耗太恐怖。身形迅速前掠间，萧炎感受着体内那如同洪水般流逝而去的斗气，眼中也是变得凝重了许多。手掌一握，一个布袋便是出现在其手中，他也不取出，直接一把抓住，运转功法，迅速自能量盒之中吸收能量，然后将之灌注进入前方那奋力开辟金币的火龙体内。还有多远？见到前方萧炎如同鲸吞般的吸收能量盒，后方的古青阳等人脸色也是有些凝重。他们明白，这里的金币极端坚硬，再加上远古噬虫的阻拦，即便萧炎拥有着异火，但依旧并非是想象中的那般容易。应该还有半个小时便能突破光幕。那银袍男子沉吟了一下，道：“古青阳微微点了点头，现在便只能希望萧炎能够坚持下来了。”一路狂轰猛炸，轰隆隆的声音响彻不休，但众人之间气氛却是相当的紧绷。每一次当他们看见萧炎一代又一代的吸收能量盒时，心中都是会忍不住的剧烈一跳，这等消耗太可怕了。轰！火龙呼啸，重重地撞击在金币上，金屑四射间，萧炎脚步却是略微缓了缓，沉声道：“没能量盒了。”听了他的话，不少人脸皮都是抖了抖。古青阳沉吟了一下，迅速取出一枚璀璨的能量盒递给萧炎：“这是9星能量盒，我们也只有1颗，
不够。萧炎毫不犹豫地接过，但还是摇了摇头。他们没前行1米距离，他体内的斗气便是会消耗将近1/10。一枚9星能量核虽然强横，但却依旧不足以支撑他们彻底的通过光幕。我这也有1颗。火炫略作迟疑，也是取出了一枚9星能量核。再给我3颗。萧炎吐了一口气，道。听得他的话，众人沉默了一下。毕竟9星能量核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算得上是相当宝贵的东西。哎，死在这里的话，再多的能量核也是没什么作用。那雷族的男子叹了一口气，屈指一弹，一枚能量核便是弹进了萧炎手中。那便麻烦萧炎兄弟了。十族的2名大汉对视了一眼，也是迅速地给了萧炎1颗能量核。在十族交出能量核后，众人的目光却是不由自主地转向了后方的魂牙2人。而见到他们的目光，魂牙的眼皮都是一跳。此刻他也知道废话已经没什么作用，只能咬着牙取出1枚能量核，极为不甘地甩向萧炎。为了得到这1颗9星能量核，他跟魂力2人可是辛苦了好久，没想到现在却是要交给他们最看不顺眼的家伙。将5枚9星能量核尽数收入手中，萧炎也是缓缓吐了一口气，一拳轰出。那前方的火龙浑身火芒陡然大盛，旋即化为一道火影，直接是如同一抹闪电般，瞬间洞穿一层层的金壁。而在他的后方，萧炎等人飞快跟上。这种近乎拼命般的前冲持续了足足将近半个小时时间，那火龙身体上的火芒方才逐渐的变得暗淡下来。快要出去了。望着身体越来越暗淡的火龙，萧炎低喝了一声，抬头望着前方那如同翡翠一般的金壁，在那后面已是被密密麻麻的远古氏虫被弥漫。只要他们闯过这里，应该便是能够真正的进入天幕第3层。咦，这是……而就在火龙即将与那翡翠金壁狠狠碰撞时，萧炎飘移的目光突然凝在金壁的中心点处，那里隐隐间有着一个拳头大小、通体散发着淡红之色的圆形物体存在，远远看去，仿佛一个奇异的虫茧。萧炎的目光在那状若虫茧的东西上扫了扫，便是迅速收回。现在的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拖延。这里的金壁似乎显得格外的坚硬，连色泽都是比先前所遇见的要浓郁许多。萧炎目露沉吟之色，旋即深吸一口气，脚步朝前一踏，身形居然直接是与那火龙汇聚在一起，右拳挥动，炽热的呼啸声呜呜的在通道之中刺耳的响起。砰！萧炎右拳与火龙迅速相凝，然后猛然轰出，最后狠狠地砸在那层翡翠般的金壁之上。一时间，低沉的炸响陡然响彻，一圈剧烈的劲气涟漪以萧炎拳头为中心，飞速地扩散而出，令得这片通道都是摇晃了起来。咔！在众人紧张的注视下，金壁之上突然悄然裂开一道细小的裂缝，旋即裂缝迅速扩大，最后终于是在众人惊喜目光中，砰的一声爆裂而开。在金壁爆裂而开的那一霎，萧炎手掌猛地朝前四射的金屑中一抓，一个温凉如玉般的东西便是落在了其手中。此时的萧炎也是没有过多的时间查看，直接就是将其收进了纳戒之中。走！轰碎最后的金壁，萧炎脚掌重重一踏地面，身形便是率先暴掠而去。在其身后，早已经准备好的古清扬等人也是如影随形地冲向了那被萧炎轰出来的巨洞之外。萧炎的速度极为迅猛，一眨眼便是冲出通道，然后一片望不见尽头的灰色大地便是出现在了其视野之中。这片大地极端的辽阔，一眼望去甚至是看不见尽头。这里并没有缭绕着太过浓郁的能量雾气，但当萧炎他们脚掌踏在此处时，却是能够感觉到一股股精纯的能量正在源源不断地顺着脚掌心渗透进他们体内。这种发现直接是让的所有人都是愣了下来，旋即脸庞上迅速地涌上一抹难以遏制的惊喜之色。这天幕第3层果然是远非前2层可比，拥有着这种能量灌入，即便他们不去搜寻其他的能量核，想必也是能够得到不错的修炼效果。这里便是天幕第3层吗？一行人脸色欣喜地望着四周，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让的所有人心头都是狠狠地松了一口气。嗡嗡！而就在所有人为之松了一口气时，后方那犹如连接到天空尽头的巨大光幕之中，却是突然传来剧烈的嗡鸣之声。这一幕令得萧炎等人微惊，旋即身形迅速后退。嗡嗡！就在萧炎等人后退时，那先前被强行破开的金壁通道之内，一股股雪白色的浪潮却是带着一股股嗡鸣的巨声，闪电般的对着萧炎等人暴掠而来。远古尸虫，他们追出来了！见到这一幕，古清扬等人脸色顿时就是变了，身形连忙后退。嗡嗡！白色的浪潮铺天盖地的涌出，然而就在当这些远古尸虫刚刚冲出能量金壁时，飞舞的身体却是戛然而止，旋即在众人惊愕目光中，噗的一声化为一团白色粉末飘散而开。噗噗噗！在接下来的1分钟时间中，源源不断的远古尸虫从通道之内悍不畏死的冲出，但当他们冲出光幕1丈范围时，便是会如同受到一种奇异力量的抵制般，悄然间爆裂成白色的粉末。到的后来，
那种粉末几乎是在能量光幕之前累积起了将近几米深的高度。这些远古噬虫在干什么？众人愕然地望着这些明知道外面便是死路，但却依旧要源源不断冲出来的远古噬虫，一时间眉头都是微微皱了起来。难道是不想让我们逃脱？一人苦笑道：“不想让我们逃脱，也不会这么拼命的，这完全是在自杀，而且是毫无作用的自杀。”古青阳摇了摇头，皱眉道。在众人沉思疑惑间，萧炎心头却是微微一动，手指不知痕迹地摸了摸手指上的那戒，难道是跟刚才他在金币之中抓到的东西有关？嗡嗡！远古噬虫的这种自杀性冲击足足持续了将近10分钟时间，那白色的粉末将金币附近铺上了厚厚的一层。不过好在这种自杀并未一直持续下去，在无数的远古噬虫化为粉末后，那种冲击的速度终于是变得缓慢许多，到的后来也是彻底的消失了去。显然这种没有作用的自杀终于是让他们选择了放弃。走吧。见到这些远古噬虫缩回金币，古青阳也是摇了摇头，开口道。闻言，萧炎也是回过神来，突然转过头在四处一扫，眉头顿时皱了起来，因为他发现魂牙二人在先前众人因为远古噬虫的疯狂自杀而惊愕时，居然是早早的逃了去。这两家伙还真是狡猾。薛儿也是察觉到失踪的两人，柳眉微微一蹙，道：“哼，萧炎兄弟，这次多亏你了。既然到了第3层，那我二人也不在这里久待了，寻个地方好好修炼，然后便静等3年时间的到达。”火炫冲着萧炎抱了抱拳，笑道。萧炎微笑着点了点头，也是抱拳道：“那便祝火炫兄一路顺风了，告辞，3年后再见。”火炫一笑，然后便是带着火炙转身对着远处飞掠而去。在继火炫之后，石族以及雷族的4人也是告辞离开。至于那药心急，倒是仅仅瞥了萧炎一眼，也没有什么客气的话，袖袍一拂，便是带着那位药族的妖艳女子转身而去。短短几分钟时间，这里差不多便是人去楼空起来，仅有萧炎一行人还停留在此。薛儿，你们要去何处？古青阳望着萧炎二人，沉吟了一下，道：“我们要去哪里？青阳大哥还不知道吗？”薛儿微微一笑，道。闻言，古青阳却是无奈的摇了摇头，看向萧炎，道：“你果然是要去萧玄的幕府，那里是天幕深处8星9星的能量体，极易遇见。若是遇见1、2个倒还好，若是遇见太多的话，恐怕将会极其的危险。而且，在那深处，说不定还有着斗圣阶别的能量体，若是碰见的话，那可就真是有死无生了。”萧炎微微点了点头，道：“我知道。”见到萧炎并没有放弃的意思，古青阳也是有些无奈，略作迟疑，却是偏头望着那银袍男子以及古真3人，道：“你们有什么打算？也是随便找个地方修炼满3年吗？你认为可能吗？”在进入天幕时，我便是被通玄长老告知保护薛儿，我想这个吩咐应该不是我一个人接到才是。古真抬头笑道：“我也是。”银袍男子耸了耸肩，然后看向萧炎，笑道：“一直都还没介绍，古华，黑烟军2都统，以前一直很不懂为何薛儿会执着于你，现在看来或许有着一些答案了。”我也接到过。那体型最为壮硕，看上去显得有些憨厚的男子也是笑了笑：“古行，黑鹰军3都统，刚才多亏你了。”萧炎笑着抱拳，这古青阳3人对他并没有太大的敌意，特别是在经过光幕之中的事后，对于他更是要显得和善一些，因此对于3人，萧炎也并未冷淡对待。看来都是这样。古青阳摊了摊手，笑道：“既然如此，那便一起走吧。我们几人联手，只要不遇见斗圣阶别的能量体，应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但至于最后能否进入萧玄的幕府，便是得看你自己了。那里我古族曾经有强者抵达过，但却无路可进，不管施展任何办法，都是无法进入。所以你也得有点心理准备，或许你的先祖并不希望什么人去打扰他。”萧炎微微一笑，点了点头，道：“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应该会有一些收获的。希望吧。”古青阳也不在意，抬头望着这片灰褐色的大地，然后深吐了一口气，笑道：“既然如此，那我们也动身吧。天幕第3层，我倒也是想要看看究竟能够凶险到什么程度。”“动身吧。”萧炎也是笑了笑，然后与薛儿对视了一眼，脚尖一点地面，身形便是化为2道光线，率先的对着第3层之中迅速掠去。在其身后，古青阳4人也是迅速跟上。在萧炎等人遥远的地方，2道黑色身影缓缓浮现，赫然便是那早早逃脱的魂牙2人。古青阳4人跟萧炎他们一起上路了。偏头望了一眼遥远的后方，魂力开口道：“一起吗？也好，到时候也省了麻烦。”魂牙淡淡的点了点头，低垂的双眼中掠过许些狠厉。“萧炎，下次见面便是取你们性命之时，都给我等好了。”苍茫的灰褐色大地之上，淡淡的能量雾气伴随着清风缓缓飘动，朦胧的世界给予人一种分外神秘的感觉。在这种寂寥的世界里，仿佛连时间都是失去了概念。
在这片大地的某一处，几道身影围着一个火堆盘腿而坐，火光照耀着几人的脸庞，赫然萧炎、薰儿一行人。只不过现在的他们看起来仿佛比起以前要显得更加的深邃与内敛。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我们现在应该是抵达了第3层的深处。明天若是还要启程的话，那边都小心一些吧。第3层深处方才是天幕最为危险的地方。古青阳抬起头望了一眼灰暗的深处，微笑道：这3个月来，我们竟然没遇见其他的任何人，看来他们应该都是选择了一处地方安静修炼。薰儿轻声道。萧炎缓缓点了点头。自从当日进入第3层到现在，已经过了足足将近3个月时间。这3月之内，他们一行人便是直接对着天幕深处赶去。不过沿途间因为一些强横能量体的阻拦，因此导致他们的赶路变得有些艰难。但所幸在几人的联手下，总算是成功的闯了进来。唉，这天幕果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简单，上次差点把小命都给丢了。古华随手将身旁的树枝都进火堆中，无奈的道，在他的脸庞上有着一道伤痕，这是上次萧炎他们遭遇到一群平均实力达到8星层次的能量体包围时所留下。那场战斗惨烈的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不过还好，虽然有些伤势，但却并未出现人员伤亡的事。里面会比上次遇见的更加麻烦，所以都必须要先用心理准备。古真淡笑道：要不接下来的路便让我进去吧。萧炎迟疑了一下，道：这段路程即便是他们6人联手，都是走得相当的困难，难以想象若是进入那深处，又将会遇见何种的麻烦。对于古青阳4人，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萧炎也算是有些好感，因此并不想他们因为自己的事而出现什么意外。这话你得跟薰儿说。古青阳笑笑道：都走到这里了，便不要说这些丧气话了，只要我们小心一些，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薰儿美眸盯着萧炎，柔声道：希望吧。